嗨，Hello，大家好，我是九九。不管您现在正在通勤、煮饭，还是边滑手机边吃宵夜，欢迎来到九九健康咖，我是九九。今天又是在九九新频道直播的日子哦，也顺便跟大家报告一声哦，我开了一个真的全新的频道，那就是叫九九健康咖。当然，今天呢，我们是同步在健康1+1以及九九健康咖同步直播。那在未来我们会邀请更多的医界大咖呀、健康专家在这里不藏私，要分享最真实的生活健康资讯。所以呢，提醒大家在这个时候呢，帮忙九九按下一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先来问问现在正在收看直播的每一位哦，您觉得你家里最毒的东西是什么？是厨房清洁剂，还是塑胶的保鲜膜，还是您每天都在点的香氛蜡烛？那现在呢，麻烦你留言一下，告诉我们1、2、3，看是你是选哪一个。我们来看看哦，等一下节目过后，看看最多人选哪一个。好，所以说其实啊，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其实你觉得好像很安全的家哦，其实可能每天都在释放你看不见的毒素。那今天我们邀请到2位 Super Guest 重量级的嘉宾啊，要从不同的角度一起揭开您家最毒的角落。我们首先要欢迎2位嘉宾，第一位是毒理学专家昭明卫教授，他同时也是中山医学大学副教授，同时也是多本畅销书的作者。通常呢，告诉大家用最浅显的方式来帮我们看懂毒在哪里，怎么避开。那第二位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安琪的游戏家事陈安琪老师，他经常在节目上分享啊无毒生活啊、小苏打魔法书啊，以及小苏打清洁妙招，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安心、更有质感。所以呢，今天的内容呢，请大家务必要看到最后，因为你会发现最毒的东西往往都是我们每天都在用的。欢迎2位嘉宾 ，Hello。Hello，大家好。张教授好，陈老师好，安琪老师好。好，那我们首先要请教一下赵教授好了，因为我知道您亲身经历过是我们知道，就是您亲身经历过母亲罹患胰脏癌嘛？那您在其实之前直播中也跟我们分享，您在书中哦提到您母亲的冰箱储存的情况。那从母亲的冰箱呢，判断这可能是您母亲生活方式对她健康的影响。那您可不可以再稍微跟我们谈一下？就是因为很多人看过这本书，然后在上次直播的时候，也很多观众哦留言就说哦，大概了解了，就是从中学习到很多。您可不可以再聊一下您母亲的冰箱里面，您发现到有什么对她健康影响的东西，好吗？好的。这个其实妈妈罹癌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蛮让人伤感的。不过刚刚啾讲说母亲的冰箱，其实我还觉得蛮好笑的，因为这个妈妈的冰箱其实也是我们家的冰箱啦。对对对对，妈妈的好。冰箱，没对，错，妈妈的冰箱呢，其实永远都塞得满满的，因为真里面的，都是塞满了很多很多的食物，要让我们吃饱饱这样子。对，那但是呢，重点就是因为她很喜欢塞东西，因为妈妈永远都会担心说啊，小朋友吃不饱啊，家里永远都会就是采买东西，感觉好像就是永远食物都不够，所以就是冰箱永远都会塞得很多很多很多，很满很满很满。对，所以往往就会导致说，我们常常只习惯吃那个靠近门边的食物，哎，真的然后耶！我妈对也是这样，我还想我妈妈也是2个大冰箱，还有大冰柜都冰不够，然后都塞出来，然后都是靠近冰箱门旁边的。对，然后但是，是呢，我妈妈的冰箱呢有4个，3个大冰箱，1个冰柜，对，然后全部都塞得满满的，然后那重点就是呢，就是外面的东西都会稍微比较新鲜哦，但是呢，里面的就是它永远都会塞很多很多东西在里面，然后你都不知道，然后最后他也忘记，我们大家都忘记。然后那些东西呢，其实像比如说一些蛋白质啦，像比如说一些蔬菜类的啦，其实基本上，我妈妈还是会有一些那种 common sense，就是说那种蔬菜类的啊、水果类的，它可能还会再放在比如说分层，它可能会放在是，外面一点，然后可能会放在下层这样子。然后但是呢，像比如说这种五谷杂粮类的，或者是这种蛋白质肉类的，它可能就会一直塞，因为它固体嘛。
它就会一直塞，把它塞的比较里面一点，然后最后就忘记了。然后那问题就在于说，像比如说这种蛋白质类的，它放久了以后，大家不要以为说它不会过期，因为蛋白质它还是会有这个坏掉的时候。因为大家可能会认为说，我把它冰在那个冰库里面，哇，应该是永冻哦，应该不会怎么样。但实际上，它还是可能过了，比如说1年、2年哦，那个蛋白质还是会脆化哦，它还是会变质。所以其实吃下去之后，就等于是吃一个就是坏掉的东西啦。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倒不是非常大的问题，当然这是不健康但是它不是非常大的问题。但是相较之下，就是比如说五谷杂粮类的那种，这个问题比较大因为五谷杂粮类呢，它比较担心，因为它是这个，就比如它是植物嘛但是呢，它上面比较容易会滋生一些霉菌像比如说这种花生啦，或者是这种红豆、绿豆，还有这个黄豆它玉米这一类的，它滋生了霉菌之后呢，可能我们平常肉眼可能看不太清楚因为比较小嘛你肉眼可能看不见，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说就是拿去烹煮的话呢，或冰的比较久了，然后它潮湿了，然后长发霉了，然后你又拿去吃的话，那这样往往这些毒素可能就会，比如说这种黄曲毒素啦，或者是那种咖啡豆上面的这种发霉的那种赭曲霉素啦，那它可能就会吃到身体里面去，那久了就会容易累积变成是肝脏的毒性、肝癌或者肾脏的毒性等等。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都觉得可能都是当时造成的一点那种慢慢累积所累积出来的一些疾病啦。对，是，我想其实招教授您上次啊在跟我们分享就是《妈妈离癌了》这本书的时候也提到，就是妈妈的冰箱里面有这些东西，当然还有其他生活相关的，那也很多网友就很关心啊，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怎么其实有时候很难介入妈妈的冰箱，我不晓得招教授你有没有曾经尝试要介入过？我真的有尝试要介入过，可是妈妈会觉得就是这个就好像是她的宝库一样，可能就是为了家里的小孩啊，他们就会希望说可以把一些食物都能够保存得很好。你觉得身为子女，你觉得要不要介入妈妈的冰箱啊？有我介入过，而且介入过，妈妈的冰箱也只有就是小孩可以介入，这样老嗯，公通常是没办法介入，对，爸爸只要介入就完蛋，所以通常都是我去介入。那我介入的情况就是像比如说以前就是念书，然后回家的时候就哇肚子饿，翻冰箱哇，就发现冰箱里面怎么都还是我以前上次从美国回来念书，从美国回台湾度假的时候上一次买的，怎么现在还在？然后就会这样丢，就会丢。所以往往就会变成我回1年2年回台湾，然后就顺便整理冰箱。所以就是通常都会是这个样子介入。那实际上讲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啦，就只有自己亲自去帮忙清冰箱，可能会是比较直接的方式。是，我想其实很多人朋友，因为很多家中有小孩在国外读书啊，然后可能很久回来一次啊，可能就是看到妈妈的冰箱，就要大家要注意哦。下次回台湾的时候，或下次回到老家的时候，记得帮妈妈看一下她的冰箱有没有一些保存很久，或上次您回来的时候还在里面的东西，记得要帮她稍微清洁一下。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教安琪老师了。安琪老师，我们刚刚讲到赵教授这个妈妈的冰箱这里啊，就提到很多家庭的冰箱真的塞得满满的哦。那让冷藏库或者是冷藏变成储藏室，那有些呢，我想请教你，有哪些错误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您觉得要给点建议的呢？我觉得是很多人会觉得把冰箱的冷藏或冷冻，当做说我食物放进去就不会坏掉。没错，尤其像冷冻，很多长辈啊，是包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然后觉得说，反正我放冷冻是不会坏掉。其实冷冻也是有保存期限的。是。那我可以请教一下安琪老师哦，您觉得有哪些冰箱里看起来没问题，其实就是真的是应该要丢掉的东西？有没有很多具体的？像我觉得像冷冻已经有很多已经结霜了。哦，对，就是你上面已经看不出什么东西，然后外面已经很多结霜啊，很多冰块在外头的，其实那个就是很危险的食物。
对，因为那个可能它已经退冰过，或是说它已经放的时间太久了，它食物本身的水分已经被我们冻出来了。其实它的食物的口感啊，跟营养啊，其实都已经不好了。对，所以就说，如果我们在冰箱或者是应该是冷冻库里面看到有已经结霜的时候，这些食物就要特别注意。真的有些食物你从冷冻库拿出来，它确实上面会有一层霜，这个时候你就可能要那等一下我会请教安琪老师，我们应该要怎么整理哦？就是像这些东西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刚才提到的，或者是有些人会放一些就是比如说就是酱料。有一些酱料好像去年我们在烤肉的时候用的酱料，好像今年啊，一看还在里面。这种酱料放在冰箱会不会也是一个问题啊？对，因为现在很多的加工品，像包含我们刚刚讲的加工食品，或是说这种酱料，现在都会说为了标榜健康，其实很多都说我没有添加防腐剂。那像这种包含酱油啊这种之类的辣椒酱，我们以前觉得说啊这个都是很咸啊，其实都不会坏掉。那其实这种东西都有它一定的保存期限，甚至有些连保存期限还没有到，它就已经坏掉了。对，所以我们像这种已经开封过的加工食品，其实包含酱料类啦，其实要使用之前，我们就是一定要打开来检查一下里面，而不是说我只有看外面的保存期限。你要看里面食品的这个包装的这个食品里面本身的状况，再决定要不要去继续吃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记得像我们现在接下来就要讲，因为美式大卖场，就我们现在在纽约嘛，就我们也会去大卖场购物，但是美式大卖场也引进台湾，那台湾人呢就哇一下子买到，就变成改变了台湾人储存食物的方式哦，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储存方式，或有的人他从卖场买回来，他觉得是没有事啊，他打开之后里面真的是发霉的，也会有。所以我想这时候要请教一下赵教授了，就是除了食物之外呢，装食物的这些保鲜盒是不是也是比较危险的？那你有没有哪一些建议？我记得你上次有跟我们讲过，有一些是不太适合这样冰起来的。保鲜盒其实有分很多种。那如果就按照我们刚刚的逻辑的话，其实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保鲜盒它一定要可以密封，而且可以让它的这个水汽不会说内外跑，就从外面跑，容易从外面跑进来，这是第一个重点。那因为水汽进来的话呢，那往往就会造成这个食材的腐败嘛。那当然腐败了以后，那这细菌霉菌就很容易就是滋生，然后造成这个食材坏掉。那除此之外呢，这个保鲜盒本身它其实也是有材质的分别，像包括我们平常最不建议，最不建议，其实也是就是完全不建议使用的，就是像比如说 PVC 的材质的这种包材，这种保鲜盒，那基本上在台湾、在美国，其实 PVC 应该PVC 已经是确定是说它不能就是违法，它就是违法的这个，就是如果说它使用 PVC 的话，它是违法的这种材质，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 PC 的材质，PC 的材质就是通常我们的塑胶有好几个号码，那 PVC 是3号，3号是不要用，那7号也不要用。7号的话呢，它里面是 PC 的材质，那 PC 材质里面呢，它里面含有这个双酚 A， 那双酚 A 的话呢，它也是会就是跟刚刚我们所讲的 PVC 一样，它里面有这个塑化剂，然后也有双酚 A， 它们里面都是含有有毒物质的，所以这个3号跟7号都是不建议使用。那当然啦，这个虽然法律上规定说它已经是不能使用的，但是我只能说不建议，因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黑心厂商所制造出来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呢，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英文单字的时候呢，就记得PVC 还有 PC 这2个是绝对不要使用的。好，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塑胶类的这个制品，其实我都会建议就是不要拿来装热的食物，热的食材，甚至也不要拿来微波，因为这个塑胶的这个材质呢，它当然有对于温度它有一个极限存在，好像是比如说我刚刚所说的这个3号、7号不要用之外，那其他的像是比如说
这个2号啊、5号、6号，它虽然都是号称耐高温，可是它的高温也顶多就是100度、100多度多一点点而已。那所以我们在加热的时候，它势必会超过。那超过的时候，那这些塑胶可能就会有溶出啊，然后就跑到食材里面去的话，那我们间接吃下去就造成身体伤害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包材这一类的，其实要慎选。那当然我会建议啦，像不锈钢或者是玻璃，其实这几个相对稳定材质的，拿来做这个食物的包材会是比较建议。是，我想其实赵教授刚才提到的一些很基本的概念哦，希望就是如果您本身会去采购食物，像每个家庭都会采购食物，要特别注意，如果您用到的这些会加热的这种就是你用到这些塑胶用品，然后会拿去加热的话，建议你还是把它换成钢啊，或者是换成玻璃的会比较安全。那另外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整理冰箱嘛，我们就要请到安琪老师。安琪老师，因为我们刚刚看到有很多冰箱真的是挤得很满，我自己家里也有这种冰箱。那我们可以请教你，因为整理冰箱是一个大事件，我们有什么具体的要点？怎么样帮助大家储存这些，比如说大卖场买回来这么大的食物，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呢？对，那其实针对这个所谓的，我们都把它叫做冰箱管理啦。因为我们的冰箱不是只有说清洁收纳，那其实有很多观念都必须要去做的，包含说你的食物要怎么去保存之类的东西。对，那其实冰箱我觉得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冰箱不要让它吃太饱。对，因为我们都会，其实现在我觉得采购食物都算蛮方便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特别去囤积到很多很多的食物，因为你冰箱塞太满，你就是不好拿，你很容易就说你冷冻库打开就东西掉下来砸到脚，也是有可能。对，就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凶器啊！你可能打开东西掉下来砸到脚，对，或是你冰箱打开什么东西掉下来，所以你东西塞得太满，我们的食物本身我们就很不好拿取，对，所以我们尽量就是7分满，其实我觉得是极限的，对，所以冰箱就是不要让它吃太饱，对，然后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先进先出的观念。对，那就这个会回到说我们刚刚讲，我们去美式大卖场就这么大一包啊，然后我每次可能只吃一点点，然后你每次拿都是一直重复的打开合起来，打开合起来，甚至说你一直在解冻，没吃完又放回去冷冻，然后你又拿出来解冻，一直在重复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对食物本身它的一个安全性或是营养，其实都有很大的伤害。所以像这种比较大分量的食物，我都会建议说，我们回家一定要先把它分成小包装，不管是干料还是生鲜，其实只要是大包装的食物，像我就会习惯，我买回来我就一律先分装我每次会食用的量。对，不管海鲜啊、肉类啊，或是干粮之类，我就一律都把它分成我每次会食用的量。然后上面一定会标示说我这个食物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对，因为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我们要先进先出。例如说牛奶好了，我们家可能我们可能同时间会，例如说好，他可能说2件会打折，或是说我看牛奶快没了，我可能又会再买新。是先进先出，就是先进冰箱的，我们一定要先把它用掉。对，所以这个食物的上面的标示日期就很重要，对，所以一定要标示日期，要有先进先出的概念，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分类分清楚，甚至我们要分层，所以我们冰箱很多层嘛，我们会建议就是熟的东西，熟的一定要放在上层，生的熟的放最高，对不对？对，熟的放在最高层，对，熟的在上面。对，生的在下面，因为比较不会有污染的问题。因为通常我们熟食，我们会在复热的话，温度都不会太高。是，我们可能就算微波一下，热就拿来吃。我们不会像说我们烹煮，因为我们烹煮都一定会煮到它完全熟，甚至还会滚，对，会到滚烫。它的温度其实已经超过100度了。但是我们有时候简单复热，想说这个。类似这个炒饭，我只是要复热，我可能就微波炉微波一下，可能只到60度、70度。那这个温度可能还不至于到杀菌的温度，但是
如果你这个食物是被污染过的食物，你又没有复热到100度，那你相对你吃起来的食物可能就会有细菌啊这种其他的问题。所以为了避免这个熟食被污染，所以我们熟的东西就会放在上层，对，然后生的就放到底下，所以还是要分层管理是比较好的，对不对？没错。OK， 哦，这个还是蛮重要，因为我们有时候买回来啊，哪里有空位就塞进去啊，对，是绝对不可以这样，尤其是生鲜跟熟食，确实你如果交错的话，很容易被细菌啊感染，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啊，就是安琪老师，很多人哦，就我们要继续请教你，因为有些观众会说，我们用漂白水来擦冰箱，那这样子消毒啊、清洁啊，漂白水稀释之后很棒啊，这样有比较干净吗？您怎么样清理冰箱呢？对，因为其实漂白水这种东西，我们在一般居家清洁，它是拿来做杀菌消毒跟漂白。是，对，但是我们的冰箱是放食物的，那我们通常会建议说，就是不要碰到像漂白水这样子的一个比较重度清洁或是重度消毒的东西。对，因为我们冰箱没办法用很多水去洗它，我们就只能用擦拭的，但是你用擦拭的这个效果没有办法像水洗的这么彻底，所以通常我们的这种所谓漂白水啊，这种就不会用在冰箱上面。对，那我们冰箱的话，你说，其实清洁的话，我觉得最好用的，我觉得还是清水是最好用的啦。对，那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再加一个消毒的话，就是用酒精，药用酒精。哦，要需要稀释吗？对，就是通常药局买都是75%，这是已经稀释好的。对，那我们就把它喷在我们的湿抹布上面，再去做擦拭。这个是最快速又有效的方法啦。哇，那我们今天真的学到了，就是酒精75%的酒精可以就用来擦拭我们的冰箱，可以让它保持比较干净，这个还很重要哎。那还有一个问题，还是跟冰箱有关系的，有的观众说哦，我护肤品会放冰箱，哎，护肤品放在冰箱可以吗？护肤品因为你要看它的这个成分。是，对，因为有些它就是标榜说你要放在低温，像有些药品它会跟你说要放低温。是，对，那有些它就是说它一定要一个冷藏的储存的方式，我们就会放到冰箱里去放，但是你一定要跟食物去做隔绝。对，因为你如果跟食物放在一起，其实你到时候你拿错了，本来不能吃的，就拿到一个化妆水或什么，其实就因为有些东西长得很像。对，所以你如果说一定要存放在冰箱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例如说，你有一个收纳盒，可能专门就是放非食物的东西。是，对，这个很重要。区隔，对，就像刚才安琪老师您提到，就说要分层嘛，其实也要分区吧，哈，你这些区可能就是要告诉家人，这个是我的保养品哦，千万不要把它拿来吃掉，因为这很危险。这个部分大家真的要学起来。另外一个部分，我想请教一下赵教授，因为我刚刚查到一些资料啊，根据哈佛公共卫生中心以及建筑研究人员就发现了，在密闭窗户还有没有通风的情况下，居家空间有害物质浓度比户外高出2到5倍哦，甚至有到10倍的，所以这个其实很难以想象哎。我们在家里竟然会比外面的空气还要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其实就像安琪老师刚刚的这个说法一样哦。其实我们就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在清冰箱的时候，如果我们用漂白水，我们去清冰箱的话，那这个漂白水它其实是挥发的，而且它是有毒的哦。所以你擦了以后呢，然后你把它冰箱盖起来了。那你的那个漂白水在那个冰箱里面的浓度是不是就比外面还要来得高的？真的，对不对？所以你这个时候的食物如果又放进冰箱里面去的话，那你不就是漂白水就直接跑到食物里面去，我们就等于是间接在吃这个漂白水的食物嘛。好，那你就想象一下我们的家里面那如果我们窗户今天有一天打开的，然后呢，那外面的空气跑进来了，然后外面的空气很糟糕，然后家里面呢，可能我们也弄漂白水啦，也弄了这些不好的这些空气在里面，然后我们又没有适时的把它排出去，那这样家里面的空气是不是就慢慢的越来越脏，越来越脏？一定的嘛，对，
所以其实这个像包括我们，而且还有除了这个我们自己人生产出来的之外，还有包括这个比如说墙壁哦，我们那个比如说涂油漆啦，或者是一些老旧的这个房子，它都会有甲醛哦，大家一定听过嘛，甲醛跑出来，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一些染剂，它可能也会有塑化剂啊，或者是还有一些这种，比如说人工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烹煮啊所产生出来的这种空气污染的 PM2.5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会累积在我们的这个室内环境里面嘛，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适当的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把它给排泄出去的话，这个输送出去的话，它就久而久之就一直累积在我们的空间里面，它就排不出去了。对，所以这样造成伤害就会很大。对，所以其实刚才赵教授您讲到，就是包括清洁剂啊，或者是我们家里的一些就是建筑用的一些材质，还有其实很多人也会用喷雾啊、香氛啊，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健康的问题。包括其实 PM2.5，之前您在直播中也讲过，也有很可能是造成肺癌、罹患肺癌的一个原因之一啊。所以我觉得家中的这种空气还是真的要特别注意。所以我想进一步请教安琪老师了。安琪老师，刚才赵教授有提到一些清洁剂嘛，可能您刚才也提到，我们可能用一些酒精来做冰箱的清洁。那我经常看您的就是你的脸书粉专也跟大家分享说，怎么样，比如说厨房清洁啊，很多清洁剂啊，一些强效，但是一喷之后都有一些很刺鼻的味道。包括我之前也讲过，有一家人在不当使用清洁剂之后，他的呼吸就出现问题了，结果都要去挂急诊，所以这个问题还蛮严重的。所以进一步我想请教安琪老师，您可不可以建议有哪些是比较无毒无害的清洁剂，我们平常用起来可以比较放心使用呢？对，其实我们针对居家环保的清洁剂，我觉得小苏打粉它就是算是一个万用宝。是。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白醋，是食用的白醋，没有加糖的白醋。其实我觉得小苏打粉跟白醋在居家环境里面就是蛮适合去使用的。那我可以请教一下安琪老师，很具体的，因为很多人说，我知道小苏打粉，我也知道白醋，可是我到底怎么具体使用它？您这个有一个配方吗？1:20跟1:10的这两个不同的小苏打粉、白醋，它分别要用在哪些地方呢？对，那像小苏打粉的话，你如果是加20份的清水，它就变成一个小苏打水。那小苏打水的话，针对例如说我们厨房的每日清洁，例如说，我每天煮完菜，我今天料理完，我就只要把小苏打水，我就墙面喷一喷，瓦斯炉喷一喷，然后抽烟机喷一喷，擦一擦，每日的清洁，这个就很方便。台面或者桌子，例如说，我餐桌我刚吃完，有一点油油的，我用水擦不干净，但是我又不想用那种强力的化学清洁剂，像这个小苏打水就很好用。对，桌子啊椅子喷一喷就很好用。是，那么白醋呢？白醋可以用在哪些地方？对，那白醋如果把它稀释成10倍，就是10份的清水跟1份的白醋，像我们的厕所水龙头有些水垢，花花的水垢，或是我们预测的镜子上面都白白的那个水垢，或者是像我们那个窗户玻璃窗户，你觉得怎么好像每次用水擦完怎么还是花花的？这时候白醋水就很好用。对，所以针对水垢的部分，我们就是可以利用白醋水。所以在厨房可以用小苏打，然后如果是像厕所啊这方面的，就可以用白醋水。我觉得这两个真的是我们家用的很好的法宝。其实我想，如果有些观众可能说，其实我也想知道怎么用小苏打去做更多的清洁。我觉得其实安琪老师有著作，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看看我们怎么样妙用小苏打。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教一下赵教授，刚才安琪老师用这个天然的材料自制这种清洁剂啊，那您从您的毒理学上面来看，是否就是这些的清洁方式可以从科学上了解，可以降低真的挥发性的污染吗？这两个方法我必须说都超有效。是，像那个小苏打粉加水那个，其实我常常拿来用那个，就是清洁那个就是杯子的那种，怎么讲呢？就是那种
金属的那种长的那种杯子，哦，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对，平常手伸不高进去脚杯，刷的那种。对对对对对，像通常我这种直接加下去，里面会有一些那个哎，保咖啡或者是温壶是不茶渍，是？保温对，保壶，温杯，保哦，保温杯，温杯对，，OK，那种长长的这种，是然后是是，平常我们刷不到的哈，那我就直接用小苏打粉进去，然后浸泡大概5分钟，拿出来跟新的一样，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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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哇哦，那这个小苏打粉跟白醋，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小苏打粉呢，就是建议哦，一定要按照安琪老师刚刚所说的1:20，还有那个白醋呢配水也是要1:10，因为那个小苏打粉呢，它如果那个比例不对的话，它是一个放热反应，它是一个化学反应，它是一个放热反应，所以如果你的比例不对的话，它那个会很热，它会很热，就是比例，如果那个小苏打粉跟水，如果水分太少的话，它就会变得非常烫，会烫到手。哦，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那个比例很重要。然后那个白醋的话呢，就是那个比例也很重要，因为白醋比较酸，但比较刺鼻。哦，所以那个在使用的时候，因为我拿那个也是常常拿来洗那个厕所，有时候你喷多了以后呢，就是鼻子会刺激到。哦，所以那个比例的话，稍微拿捏一下，就比较不会刺鼻，这样子，那很有效。是，所以还是要按照这样的比例配方，然后真对，正才会发挥它的去污的效果。哎，刚才您提到这个啊，招教授您提到的这个去污的方法，我真的要试试看。我们家有好几个保温杯，都是好像看起来里面有一些污垢啊，后来到底因为刚新买没有很久啊，然后里面污垢已经很多了，所以我就赶快等一下就来试试看。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还是继续请教一下招教授跟安琪老师。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还是有必要会买到一些市售的清洁剂嘛，那么有哪些成分是真的要避开的？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招教授请教一下。市售清洁剂有哪些成分是要避开的话，其实我都还是会建议，就是说，比如说一些这种人工添加的这种物质，像比如说有一些特殊香料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有一些，比如说洗衣服的啦，或者是它因为了要因应这个，比如说一些特殊的族群和可能某些男生或某些女生他喜欢特殊的这种味道。它会在那里面添加某一些香味，那这些香味其实根据一些这个医学的期刊的一些研究，其实他们都发现说，长期的去闻这样子的这个洗出来的这个衣服啦，或者是这个器具，其实它都会有一些，比如说，当然不见得所有东西都会致癌，但是有可能会引发，比如说这个呼吸道的一些过敏，或者是一些呼吸道的一些这种紧迫的这种就是呼吸困难，可能气喘的这种问题。那当然，如果长时间也有可能会造成，比如说是个神经紧绷、紧张，因为常常会闻这个味道，它可能会刺激你，造成你可能精神紧绷，而不是舒缓哦。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常常闻一些这种香味会舒缓。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刺激神经舒缓有些香味反而会刺激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会刺激某些这种激素，所以反而会让人这个异常的神经紧绷。对，所以一些这种特殊香味的或者人工香味的，其实我都会建议就是尽量不要选择放在我们的这个清洁的这个清洁剂里面。那当然这个洗食物的东西的话，我也会建议就是说尽量简单，尽量这个直接不要有这种很 fancy 的东西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产品为了要 fancy， 像包括我认为像包括这种臭氧的这种产品，臭氧虽然它是一个杀菌的很好的一个清洁的一个清洁剂的，但是呢，如果没有清洗干净的话，臭氧它本身就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对，所以吃到身体里面去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其实我觉得简单，然后直接，然后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这个安全一点啦。是，就像很多专家也是提到说，我们清洗水果啊，各方面可能会添加一些，有的人会添加盐，但添加盐其实可能会让这些
就是杀虫剂啊，可能会就是深入粘在这些食材上面，所以建议还是用清水来洗。我想刚才赵教授提到2个很重要的点，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那其实赵教授提到的就是有关于香味啊，我们就是很多的清洁剂都有香味，包括洗衣剂啊，或者是什么干衣剂啊，什么这都有香味。那我们就想请教一下安琪老师了，像这些市售标榜天然香氛或者环保酵素的产品，我们是不是真的要觉得它可以用起来很安全吗？安琪老师不在线上齁。好，可能是技术问题，他是不是安琪老师是不是不小心下？那我们就可以问一下赵教授好了。赵教授，刚刚您提到这个香味，如果说他提到说，这个是酵素啊，天然安全啊，它真的会安全吗？酵素，应该这么说好了啦，酵素绝对不会有诉求天然的，因为酵素绝对是我们从某些东西里面提炼出来的。或者是合成出来的，所以你说天然酵素这件事情的话，基本第一个就是要先打一个问号，好，第二个就是说，酵素通常是用来帮助我们身体，比如说代谢，帮助我们这个，比如说清理肠胃啊什么的。那如果说你把酵素拿去清洁，这件事情外用，好像听起来也怪怪的。虽然我知道有很多的产品，我们现在好像在破解产品，但是听起来好像很合理，但是实际上就是用我们的科学的想法去稍微想一下，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怎么好像怪怪的。对，所以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我都会觉得说，就是因为酵素本身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所以你说要把它拿来当做清洁的产品来使用的话，其实我会有一些疑虑啦，因为我不晓得这个酵素从哪来，而且它是什么酵素，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对，所以我们其实倒不是说，怎么说呢？去让它就是我们不是说，因为我们平常的民众这就是会用这些产品，然后我们只要点到一些点，可能就说它里面不一定会告诉你，但是我就想说，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告诉观众说，这些东西它用起来能不能安心。所以安琪老师，我可以进一步请教您吗？就是有关于这些就是标榜天然香氛啊、环保酵素啊，那进一步我们可以使用这些产品吗？对，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被那个字被迷惑了，他就跟你说，环保材质或者环保素材，可是你会发现它比例很低。没错，它可能只有1%，或者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天然香氛，那你是所谓的天然香氛是天然香精，还是它是化学的东西？其实我们要去看清楚它的比例。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要仔细去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详细的成分内容。像我自己的话，我还是会选，例如说它成分真的是越简单越好，因为我觉得现在消费者有一个很辛苦的点，就是我每次买清洁剂后面写了很长，然后我发现很多东西我看不懂它，所以我宁可去选说，它的成分其实很单纯的一个内容。那甚至说，可是我没有办法，我一定都是仰赖这些化学的清洁剂，那我能够怎么办？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啦，就说如果我一定要用这些化学清洁剂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做好一些我们该做的保护的动作，例如说我口罩要先戴好，因为有些清洁剂就是属于挥发性的，所以口罩戴好，手套戴好，因为你可能要保护一下自己的手，甚至说我们不要在密闭空间，像有人打扫厕所是整个关起来了。所以你可能会把自己关在里面，然后一堆清洁剂，你可能就会容易伤到自己身体，可能昏倒啊什么之类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要用水去冲洗它，因为你只用擦洗，其实你的残留的问题可能还是会存在。对，甚至说我们的清洁剂不能混合使用。对，有些朋友很可爱，我买 A 品牌觉得很厉害，B 品牌也觉得很厉害，他就说那我 A 加 B 会不会更厉害？他就自己当科学家，其实这个是很严重的错误啦，因为其实化学的东西它会有什么化学反应我们不知道。对，尤其是像很多人就是厕所清洁剂，它又加了漂白水，这个就会氯气中毒。没错，所以不能混合使用。
我刚刚有提到我们家人就是这样啊，他就是把漂白水加上另外一个清洁剂，然后混合之后，然后在密闭的空间，结果就昏倒了，就没办法，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真的。对，那另外一个部分哦，我想刚才安琪老师给了很多很好的建议。那赵教授有观众就说哦，其实好像就是他妈妈喜欢用这种自然系的香氛片放在衣柜，哎，结果发现小朋友皮肤过敏。那这个到底是什么物质可能引发这些反应呢？自然系的香氛片的话，这个自然系这一件事情，我们也是要有一个问号，对不对？是，它是多自然然后还是它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这一个应该也是一个这个行销的噱头啦，就是好。然后那既然说那个皮肤会过敏的话，那当然肯定它的这一个香氛类，肯定它会对于我们的皮肤引发一些这个过敏反应，引发一些这个免疫反应。所以当它比如说接触到，比如说皮肤直接接触，或者是这个透过这个口鼻，然后就吸入性的这个吸入过量的话，都有可能会造成刚刚我们所说的这种免疫反应。对，所以就建议说，只要有这种反应，就尽量不要再使用了。是因为其实有时候你说看标签，我就拿起来哇，好多哦，有些根本就不认识啊，什么苯乙烯啊，什么什么甲酸酯啊，这些都很难去理解。还有观众也说，很多香水啊，其实有毒的，特别是很多花有毒，就算是天然，也就是全株有毒。哇，就是听起来好像我们真的是在各个地方都有可能碰到这些毒物，或者有些人他会觉得，就是这些清洁用品啊，它可能加了一些味道，让你觉得好像闻起来很香，可是你长期去稀释的话，就是你去使用它，你就会吸到，就会很有问题的。所以这些还是要特别注意。那么有没有哦？接下来问一下安琪老师，老师有没有被大家误以为很环保，其实很可能残留在我们生活里面毒物的用品呢？我觉得可能是像那个什么像洗澡的东西，沐浴类的沐浴乳，对，沐浴乳，对，我们会觉得说啊，反正我都用大量的水去洗，或是它可能多了很多功能的沐浴乳，什么会可能又保湿又什么又什么又什么。其实我自己的感想是会觉得洗完之后是很多东西在身上，觉得洗不掉的。对，很多人会说这洗起来好像柔柔滑滑的，其实好像就是不太安全。其实真的是这样吗？对。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说我们民众啊，在使用这些生活用品的话，有没有哪些特别要注意的呢？现在以我自己的习惯啦，不管是就是家里清洁的清洁用，包含洗衣服的啦，或是什么擦地啦，或是厨房、厕所这种清洁剂，如果他洗完厕所还是很香，或是擦完地还是很香，而且可以香很久的这种东西，其实我都不大会用，因为那个香味残留太久了，表示它有很多的所谓的定香剂。对，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像我对气味是比较敏感的人，像这种清洁剂，如果这种，我擦完地，我已经用水擦还是很香，这种香太久，其实像我就会容易头晕。对，所以像这种我们觉得很香的味道，像这种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就会尽量避免。是，好，我想其实呢，今天两位专家都跟我们分享有关于我们家中从冰箱啊，从生活用品啊，从清洁啊，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可能观众朋友在使用上，他有很多不同的问题。那我们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请安琪老师以及招教授来跟我们做一下最后的总结了。因为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哪些，比如说打扫用品啊、选用家用品，是我们哪些是没有注意到的，但是其实是很重要的。可不可以请安琪老师来跟我们先做一个总结呢？对，那其实很多的清洁用品都是我们会觉得说，会特别去挑选什么材质。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特别是洗碗巾的部分。对，因为洗碗巾我们都是在洗我们的餐具。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洗碗巾的部分，例如说，你洗完了之后，你要去检测一下，说它到底会不会有一些残留的问题。对，因为这个餐具是我们是装食物的，你又直接吃下肚。对。
是，哎，洗碗巾我还想要再补充一点，因为现在很多人会用科技海绵啊，就是白白的，然后越洗越小。其实这个科技海绵真的是千万不要拿来洗碗，因为很多朋友觉得它是洗得很干净，可是它是会残留，而且是它本来就是一个蛮毒的东西，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所以好，非常感谢安琪老师为我们做的总结。那招教授呢？如果说我们观众只记得3件事情，您会希望建议他们，你可以立刻汰换的3样东西是什么？立刻汰换的东西啊，对，像包括这个塑胶制品，塑胶制品拿来装食物的，我都会建议就是尽量赶快汰换掉。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家里的，比如说拿来炒菜的东西呢，就是尽量就使用这个不锈钢锅，就是这个材质呢是你可以明确可以知道的。然后还有再来就是，比如说你喝水的东西，虽然我刚刚讲是装食物，但是喝水的东西呢，那也尽量是选择，比如说是玻璃杯，这样子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它的材质从哪里来的。我觉得这种越直接的、越简单的这种材质的这种东西呢，其实就比较安全、比较安心了。好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陈安琪老师以及张明卫教授2位嘉宾精彩的分享，非常感谢2位，谢谢，谢谢，谢谢。好，我想今天的内容是不是让大家真的是哇，整个的改观了？你以为最安全的冰箱可能藏着发霉的毒素，或者是您觉得很香的香氛啊、清新的蜡烛啊，每天吸进肺里，可能都是化学物品。所以呢，关注生活中的小细节，关注是可以健康，其实是可以从生活中的小选择开始改变的。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试着每个月检查一次冰箱，帮您的妈妈检查一次冰箱，清楚看一下清洁剂的成分表，或者是说把香味换成安心的生活习惯。今天安琪老师告诉我们有2个方法，那我想呢，这个都是非常实用的。好，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请记得帮我们点阅、按赞、留言，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最新的频道99健康咖。我想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医生大咖、健康专家来做客，跟我们大家一起守护我们的健康。我是99，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记得先去清冰箱哦，拜拜。